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要说的事儿呢，是关于卡特兰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我做了件冒险的事儿，另外一个部分是碰巧看到了别人家的卡特兰。先来说我做了件什么事儿，我把这颗卡特兰带着花儿，用2次分株法做了分株。2次分株法，顾名思义，一个分株分2次完成。这颗卡特兰在这个盆里已经好几年没有换过盆了，它也已经长到盆外边了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给它换个盆。因为已经有10个假鳞茎，我想了一下，可以把它分成2盆了，分成3盆也行，但我希望明年花开的不要太差，所以我就分成2盆，每一盆有5个假鳞茎。所以第一步是找到中间的位置，把它分开，刚好就是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分开还不算困难，用剪刀一下就剪开了。剪开之后，这个切口呢要塞一个东西，避免它长上。我是找了个塑料片塞在这儿，伤口我没有抹封伤口剂，但是在剪之前和剪之后周围都喷了喷酒精。到这儿呢，分株的第一步就完成了。这会儿2枝花还都开着，被我剪了这一刀，2枝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有花的这一部分不仅有5个假鳞茎，也有它自己的根，所以应该问题不大。这之后大约等了2个多星期，第一枝花谢了。这第一枝花开了差不多2个月，算是寿终正寝。剪开已经2个多星期，所以伤口肯定也已经愈合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打算换盆了，换成2个盆，也就是2步分株法的第2步了。2步分株法和1步分株法相比，更不容易出问题。因为分2步走呢，第一步先是让伤口出现在茎上，茎上的伤口愈合之后，才会去分根。这样茎上的伤口和根儿上的伤口是分别出现的，植株呢就可以分别去愈合这些伤口，相对不是就比较容易一些嘛。2次分株法的不好处呢，就是间隔的时间比较长。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取出来了。通常长时间不换盆，那些根儿会长到盆上去，所以不太容易取出来。也所以硬取出来一定会伤到根儿。另外要分株嘛，那根儿也要分开，又会伤到根儿。这颗的盆底下面垫了不少石头，还垫了一个这种塑料瓶子底儿，所以底部很透气。掀开这个，没想到里头还有一个塑料小盒。看来当初埋到这个盆里的时候，根儿可能不太多，所以塞了这么多东西。如果盆大根儿少，不塞点东西的话，就需要放很多的质料，这样透气性不好。所以通常这种情况，我会在里面垫一些塑料盒啊、水果网啊等等的，替代一部分质料。转着圈的看了看，也试了试，因为根已经密密麻麻的，掰是掰不开了，解也解不开，所以用刀把牵扯着的根儿切断了。这个时候只能这样了，有伤口就有伤口吧。分开之后简单清理一下那些完全被切掉下来的根儿，就可以准备上盆了。如果更谨慎的话呢，可以晾晾根再上盆。晾根主要是为了让伤口愈合，大概晾个半天1天就可以。如果各方面状态还行，不晾根直接上盆，但是不马上浇水，等到第2天或者第3天才浇水，这样也行。使用的质料呢，最好是干的。我这次采用的是后者，也就是分开之后马上上盆。上盆使用的质料是完全干透的。第一次浇水是在第3天，这会儿是刚装到盆里，还没有浇水。分好盆之后，没有花的这部分我就直接放到户外去散养了，有花的这部分留在室内继续上花。
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想观察一下这个花儿，因为剪了根换了盆儿，看看会有什么影响。还好，距今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花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说明它还挺皮实的，挺抗造。但虽然这么说，花后换盆还是更好的，因为带着花换盆，即便植株自己能够抵御这些伤害，换盆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不小心把花给碰坏了。所以虽然这次我是带着花换盆的，但是更推荐的还是花谢之后换盆。我之前也都是花谢之后才换盆的，今天这次带着花算是做了一个尝试吧。这个品种的卡特兰花期特别长，等到这第2支花谢之后，大概率已经是冬季了。那如果我要换盆，可能要等到来年的春季。这也是我这会儿换盆的一个原因吧。这会儿天气还不算太冷，从温度上来说，它还可以有一小段时间的生长。利用这段时间呢，它就可以让它的伤口愈合。到下次开花之前呢，也就会有一段比较长的生长期。说到花期长呢，这棵开了双色花的品种，花期也很长，到现在这会儿花开的还挺好的。跟它差不多时间开的那个紫色的那个花已经谢了，那棵呢花谢之后我分的株，不过过程我没有拍，因为就是一次很正常的花谢之后一次性分株换盆。给紫色的分株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长到盆外了。说完我的卡特兰，再来看看出门偶然遇见的别人的卡特兰。就是这个，跟我分株的那棵好像啊，这棵长得很壮，花开的也多。我问了一下，说这棵就养在这个位置，不太管，偶尔浇浇水。看到旁边那些盆景照顾的利利索索的，也都挺好的，估计这个店家还是很会养的。另外，它这个摆放的位置，早上的阳光刚好透过玻璃可以照进去，也就是说光照环境很好。这棵和我那棵的主要区别是，这棵的茎是矮胖，我那个是瘦高。再就是花朵的话，它上方2个花瓣那颗紫红色的斑更大一些，我那个要小很多。我这个是双叶，它那个是单叶。目测每一朵花的尺寸差不多。好了，到这儿要说再见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